好，我们来看看现在这个习近平哦，有致函道贺，对于这个阿根廷新任的总统当选人哦，然后这个米雷伊突然态度转弯了，因为前几天呢，你看到这个外国的媒体在那边讲说啊，他这个是比较亲美派哦，但是他当收到了习近平的这个致函之后呢，他就讲说啊，哎呀，这个感谢习近平主席哦，这个致函贺喜，我也为这个中国人民的福祉哦致上真挚的祝福啊。那这个也代表说他的态度上面其实并没有要说跟这个中国大陆啊断绝关系，因为好像他之前的在竞选期间讲说哦，我一上来就要跟这个中国大陆跟巴西啊断绝关系哦。那事实上他做好像不是这么个做法，连阿根廷的准外长在讲说会切断这个关系吗？他说没有这种道理啊，完全没道理。我们来听听。Los disparates que se han estado diciendo en la prensa argentina durante meses, parte de esta campaña sucia de decir que íbamos a romper relaciones con Brasil o con China, o sea, cosas que no tienen pero la más mínima lógica y que lamentablemente, por más que puedas preguntar o yo pueda explicarlo, lamentablemente continuamente le ha llegado eso y sobre todo ha tenido bastante mella en las empresas argentinas que tenían preocupación. 对，所以现在世界各国当然都希望跟中国大陆保持良好的关系，为着经贸往来，为着大陆的市场，其实没有必要把这个场面搞得很僵哦。所以我们看到这个连日本的公民党的党魁哦，也是访问中国大陆，跟王毅还有蔡奇见面。那当然也是为着这个水产的禁令而来哦。所以他们讲说，就双方互惠、战略互惠的关系议题来进行交流。这个山口那津男哦，他就讲说，还转交了岸田文雄的亲笔信给习近平，希望呢，是不是北京能够解禁日本的水产品啊？那王毅还是一贯的回应哦，就说北京是重视食品安全跟人民健康的，所以感觉上面并没有要妥协之意啊。那见到蔡奇的时候呢，日本媒体也讲说将会重启执政党的交流机制哦，所以跟这个蔡奇这边将要重启机制，达成一致的一个共识。这个机制已经停摆了将近5年了。那另一方面，我们看到这个澳洲的总理艾班尼斯哦，他之前才访问过中国大陆嘛，那现在有消息出来，即将在12月，也就是今年年底的时候哦，龙虾葡萄酒就会恢复这个销往中国大陆相关的工作，前期工作可能已经正在进行当中，是不是会在下个月取消所有对于澳洲的贸易壁垒呢？大陆的商务部讲说，这个中方跟澳方共同努力来解决彼此的经贸关切，但是并没有明确的回应时间表，不过是往好的方向正在进行当中。那对于中美的融冰人民日报连续发文呼吁要中美合作，那中国政府的机构也拆除了限制特斯拉入内的一些相关的标志哦，所以人家讲说，是不是特斯拉也捡到便宜啊？因为有网友发现，这个过去有这样子通知这个特斯拉禁止入内的这种标志都已经陆续拆除了，只是说实际上面的控制还没有完全放松，但是已经透露出来要这个解禁的一些讯号。那特斯拉他们这个在中国这边也回应了 FSD 在国内落地的事情，他们说这个 FSD 就是完全自动驾驶的能力将会在中国大陆落地，那现在也正在进行这个就等于说倒数计时的阶段啦，的确正在推进当中。那还有跟中国大陆友好的可能一些禁令啊都会陆续解除，但是呢对于 iPhone 这件事情现在中国大陆对于 iPhone 的禁令现在也引发了一些投资人的担忧，因为他们现在禁止政府官员使用 iPhone 的消息也造成了苹果的股价暴跌了 6.8%，换算市值就是蒸发了2000亿美元尽管中国大陆的政府是否认这个禁令，但是投资者仍然还是有疑虑仍然有一些这种骨牌效应，就是会感到对于前景的忧心。那美企现在正在失去中国大陆的晶片市场嘛，因为这个日本的专家讲说现在在车载功率半导体的模组上面，中汽其实已经变成了全球最大半导体业者的竞争对手，所以让日本跟欧美的一些半导体业者都感受到强烈的一种威胁感，就是有危机意识啊。那美国现在扩大管制的话，那可能会加速大陆的云端业者自研晶片，这等于说你越是限制，那我就自找出路嘛，那我不要依赖你，是不是呢？那所以你看看中国大陆呢，现在砸下了2178亿，要帮助晶片产业来缩小技术的差距连韩国媒体都在关注这件事情，所以未来会可能陆续的变成
三星或者是海力士的对手来吞掉他们的市场，也让这个韩国现在觉得有些不安哦。因为中国大陆的技术哦，真的进步的非常的快速，越是限制它进步的越快，那你的市场可能就越难保得住。我们首先来问一下亮哥，我觉得这个拜习会啊，就是中美融冰啊，事实上它这个扩散效应会慢慢开啊。那事实上有人还抢在前面，澳大利亚总理就直接就先在 APEC 之前就去北京了，对不对？也参加了上海进口博览会啊。所以这个融冰效应，我坦白说了，这个有人研究中美关系史啦，就得到一个结论啦，说当美国稍微一转向啊，他的盟友不知道飞到哪里去了啊，就是盟友跑得比美国还快了，只要看出那些迹象啊。当年最明显就是1972年尼克森去大陆嘛，那1975年日本就跟中国建交了，那跑得比美国还快啊。那我觉得现在你是看到澳大利亚啊，那接下来你就看到日本，对，日本这个国民党就去访问中国大陆，那带了岸田的亲笔信啊。那韩国事实上也希望12月能够召开中日韩的会议啊，然后接下来你就看英国啊，英国事实上换了外长。就是这个 Cameron，那 Cameron 是公认去过中国大陆最多次的英国的首相了啊。那他以前也基本上对"一带一路"表示欢迎啊。然后后来他卸任之后，也是中英投资有一个机构了，他是副主席。所以 Cameron 以前英国就是卡在那个香港嘛，因为香港国安法，那英国是首当其冲。所以就有一阵子尴尬的关系，可是后来你看那个加州州长 Newsom 去了香港，所以这也是一个强烈暗示。所以美国这个官员也开始去香港了。对，如果你未来看到卡麦伦啊，他也去香港，实际上他大概是仅次于梅克尔去过中国大陆第2多的人呐而且常常是惜家带眷一起去中国去过很多城市啊。所以我们会接着来看，就是说美国的主要的2个盟邦啦，一个就是日本，一个是英国，现在都在动了。那这个别的国家怎么会看不到？所以你刚刚讲到说阿根廷那个竞选期间的言论，现在大概就立刻忘记了。因为事实上他也知道他做不到了。因为阿根廷的农产品第一出口商就是中国啊，那大部分都卖到中国嘛。你农产品美国会收吗？美国跟你是竞争关系耶，这个很现实啊。美国的农产品也都注重出口的嘛，对不对？所以我是觉得，那阿根廷历经那么多任的总统，跟中国的关系其实很深呢。所以我并不认为他会有大幅度的改变了，这可能性很低了啊。那我觉得这个扩散效应。不只会展现在美国的盟邦啦，比如说日本啦、韩国啦、英国啦、澳大利亚啦，对，那更明显的就会展现在美国的公司啊，对，所以你就看到美国的公司啦，那未来因为中美之间的本来的对话的一些机制，大概各部门都有了，大概有100多个，那你就会看到陆续会有一些小成果公布啦。比如说什么航班增加啦，学生交流增加啦，一大堆啦，你每天大概就听到一些小的好消息，那这个当然会影响整个国际的感觉了。好，来请教介老师。对，其实日本这个公民党他现在是执政联盟中间的中间的议员啊。那这个执政联盟只有2个党，一个就是自民党，一个就是公民党。那其他的就是站在反对党，有5、6个党。所以这个可以说就是说是现在这个自民党能够执政很重要的一个支柱，能够掌握众院跟参议院多数的很重要一个支柱党。所以它的虽然它的席次不是那么多，它在众院的席次事实上自民党有261席，公民党只有32席，可是它有这种怎么样造王者的角色，所以它还是在日本的政治上面还是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其实在这个公民党的这个党魁要到中国大陆访问其实在这个日本正式排放核污染水之前就已经本来要成型了。
可是就是因为这个核污染水的问题啊，它被中国大陆那边请它暂停。那现在大陆又让他去，那他去当然就变成有很多很多的使命啦。那我们刚刚提到就是说要这个怎么讲呢？就是要中国大陆恢复日本水产品进口，当然是他去中国大陆的使命之一。不过呢，他所以会受到重视，就是在日本的诸多政党里面公民党是最亲中的，所以呢派这样一个政党的党魁在这个时候去那显然总体的是日本希望改善跟中国大陆的关系，目前的关系是相当的冷淡的，所以呢这个就可以说这个公民党的这个党魁访大陆就是日本希望日中关系也尽快回暖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行动跟一个象征啦。那这个大环境是因为他的老板已经跟中国大陆的关系在解冻了，就是美国。那所以这次习拜会那么会有很多的后续性的影响。那日本今天我们刚刚讲的澳洲啦，接着甚至连现在的现在刚选出来这个新总统的阿根廷你看他也立刻转向了。对阿根廷来讲的话，他应该执政以后跟在选举的时候会立刻判若两人，因为什么？阿根廷没有庞大的工业实力，它的整个经济出口都建立在什么？建立在它的农产品上面。阿根廷的大豆、小麦蓬巴草原这些非常这种肥沃的草，这些这些所谓的农场那制造出来的这些大豆这些玉米都是世界上这产量相当大的地方。另外还有它的肉类，有人说全世界最好吃的牛肉是阿根廷的牛肉，我没吃过，所以我希望有一天我们也吃一吃。当然很可能是自己吹牛可是有人说阿根廷牛肉就是非常的好。那不论如何，就是说阿根廷最主要的产业是农业，那它农产品最大的外销市场是中国大陆。所以我想让阿根廷就是说这个狂人总统上来你也看出来他一当选以后他就不狂了，他就回归到务实面，不想拿老百姓的老百姓的经济生活来开玩笑了。那整个说起来，我觉得现在这个世界加上中国大陆本身的这个外交政策软的越软，硬的越硬你会看到过去跟中国大陆一直站在对立面的很多国家那关系慢慢都在一个一个的怎么样松动，对，再重新建立，然后重新回暖。好，来请教赖老师。10几年来，中国大陆跟阿根廷的关系一直维持得很好，不管哪一个党执政，左派或者右派其实维持都很好的关系。这个最主要，是中国大陆跟欧洲跟阿根廷之间的关系阿根廷在很多方面都很依赖中国大陆，中国也需要阿根廷在南美洲，特别是在南方，对于南极的研究发展探险，还有对于北斗计划当初在南美洲需要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基地站这些，所以使中阿的关系原本的结构就很好。那这位候选人极右翼的很狂的这位候选人上来了以后，对中国大陆的很多的批评，当然我们看到这个就是选举制度的一个特点，就是说选前说一套，选后又说一套那选前批得很凶，选后一概不认账这个总统是如此，这个外交部长也是如此。但是问题就是，我个人倒觉得，一旦你可以翻脸来翻脸去大陆这边就会保持一个警戒了，就是不会再像过去那样，就是双方的关系按照不管你哪一个党执政，都按照原来的脉络走，而反而会停下来再看一看。对，目前巴西也是如此，巴西对阿根廷，鲁拉已经讲得很明白，他会先停下来。再看一看，即使你这个外交部部长否认说我没有这样做，我没有说我要断绝跟你中国跟巴西的关系，但是事实上是白纸黑字，而且录音都已经出来了嘛，影像都出来了，你再否认，那这是你的特点而已但是影响不大。另外，有关于日本，他希望中国大陆解除对于日本的这个农渔水产品的一个限制，但是王毅提的要求很简单嘛，那也就是你让中国跟其他各个国家的科学家、检测单位到你的这个地方去进行海水检验嘛。如果你的核污染没有的话，
那当然没有理由要把你禁止嘛。但是如果有的话，那你就不应该再排放嘛。那你日本连这么一个最简单、最基本的要求都不肯，那代表什么？此地无银三百两，心里有鬼。就是你明明白白，你就是排放其他的核污染水。那这个就是为什么中国大陆在 IAEA 不给那个只缴一半的会费，就是警告你们这些阿根廷的这个局长，你在搞什么？你在图利他人，这个很怪的事情哦。所以我觉得缴一半是非常好的，就是我给你缴一半，那你们本身要检讨一下，你们到底怎么做？日本你要检讨嘛，你为什么一直禁止呢？所以我觉得日本心里面有鬼。澳大利亚从翻脸，现在又要回来以后又要再测试这个中国大陆的底线。我觉得我那时候我的判断应该就是在钓鱼岛海域，果然现在看起来就是在钓鱼岛海域。为什么？因为澳大利亚的这艘军舰穿过了台湾海峡了，这很明显的就是在钓鱼岛海域里面，在这个地方停居，然后说我的那个螺旋桨绊到渔网，我的潜水员要去，谁知道啊？谁相信你啊？所以中国大陆已经直接警告艾班尼斯了，说你小心哦，中澳的关系很有可能要再变哦。那我觉得对澳大利亚来说的话，如果他不收敛，还要帮美国人以为说经济归经济，安全归安全，我一手赚你的钱，然后二手拿军舰去弄你，我觉得这个艾班尼斯你的估计是错误的。所以看起来艾班尼斯又乖了2天，但是会不会第3天又来造乱？这个就是对安哥的萨克逊族跟他们来往的时候，还是要特别留意、谨慎小心。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广告之后马上回来。好，我们来看一下，现在美国是不是在中东自己攻亲变成了事主哦？首先，先看一下在红海这边，也门的反抗军又派出了无人机哦。那美国的驱逐舰2周内第2次出手击落。美国的中央司令部有提到，他说这个驱逐舰哈马斯哈德纳号也近日在红海这边巡逻，拦截了多架也门发射的攻击无人机哦，已经是2周内第2次把他们的无人机给击落。在伊拉克这边呢，美军是1天之内有4度遭遇袭击。那伊拉克的这个抵抗组织哦，也是讲说，对，没错，就是我们做的呀。那所以我们看到这个美国的这些基地哦，遭到多架的无人机攻击。那一架攻击这个埃尔比勒市这个国际机场附近的一个基地哦，美国的官员有证实说，在11号到11月17号到11月23号之间，其实呢，不管是驻伊或是驻叙利亚的美军哦，已经遇袭了大概73次左右，所以数字还持续在上升当中。那我们看看。现在拜登斡旋中东的冲突啊，也首次公开了跟卡达、以色列还有埃及领袖的通话。他们说最后是有达成停火的协议，因此呢，从24号开始，现在目前是停火4天。哈马斯也先释放了13名的人质，那以色列也交出了39名的囚犯。先前呢，双方是有望在11月23号就停火，但是后来因为就是人质的问题，据传是瞧不拢，所以才等到了这个昨晚才从今天开始停火4天，但是拜登好像又要赶紧来揽功哦，就说这是他达成的停火协议，是他的功劳。那另一方面，我们看 G20 这边，岸田在 G20 上面线上峰会哦，跟普京唇枪舌战呐。普京又讲到说，其实这个军事行动哦，总是一场悲剧，但是我们需要想办法来阻止，但是乌克兰是拒绝和谈的可是岸田就是反呛他说世界各国都在谴责但是你的侵略仍然正在继续，所以看起来整个 G20 好像变成一个吵架大会，就所有人一起在觉得普京怎么会发起这一场军事行动，出席的人都在纷纷批评俄罗斯这个到乌克兰这一边的这一场军事行动哦。那主办国印度则是没有谴责，因为印度跟俄罗斯的关系也是非常的好。那杜鲁道呢也在这边有提到说 G20 成员一致的维护法治跟国际法，似乎对印度有兴师问罪的意思哦，但是没有再提到印度暗杀锡克教领袖的事件。印度现在他的特务又想要再刺杀锡克教了。根据金融时报的报道说，不具名的人士透露呢，美国当局日前有阻挡下来这件事情哦，然后还特别向新德里提出了警告，所以感觉上面就是现在整个美国的盟友啊，本身自己真的彼此之间都有点乱哄哄的，就是好像并没有
都向着美国，然后让美国省心啊。那看起来这个加拿大也是多事之秋哦，因为杜鲁道有提到说，这个彩虹桥，也就是美加边境这个汽车爆炸事件，他说这个爆炸事件是非常严重的情况，但是不能断言是不是恐怖攻击哦。但是呢，他会继续跟美国来保持联络。但问题是，加拿大的一些官员哦，都一致认为说这个车辆应该就是跟恐攻有关啊。可是美国的官员就定调说，目前没有迹象发生了恐怖袭击。在 X 上面的一些网友就讲说，这到底是要信自己国家，就是加拿大的网友这样讲，还是要信加拿大我们自己国家呢？还是应该要相信美国呢？还是杜鲁道你应该要跟美国提出一些抗议呢？但问题是杜鲁道是不是现在目前在他们自己加拿大的支持度也非常的危急呀？因为感觉上面一直有一些负面的声音出来，甚至包含国内有一个声音质疑他休假休太多了，在他的任内竟然有1/4时间都用于休假哦。根据统计呢，从2015年他上台之后呢，他已经度过了大概680个私人的日子，也就在休假，相当于大概是22个月或是将近2年。那杜鲁道办公室的回应也很妙，他说这个说法不公允啊，因为他经常在假日工作，所以他并没有否认他休假2年这件事情哦，而是说我在休假的时候，我也是有忙公务的，所以这个不知道加拿大的人能不能接受这个说法。首先我们来问一下亮哥怎么看。这个暂时停火协议啊，我们讲安理会这个决议啊，事实上美国未来会越来越难堪啊，因为它里面的内容不是只有什么4天暂停啊，然后来交换人质啊，不只是这个内容啊，它还包括人道主义的物资要4天内要顺畅的运进去，事实上还不止这样，还包括跟民生必要的核心的设施啊，要不要恢复重建？我认为执行到这一段基本上就破了啦。因为以色列怎么可能让你把建材运进去？然后就会想说，那哈马斯不是趁机又盖回来？可是问题是那个决议是这样写的啊，而且他说要建立安全通道，这以色列也不可能允许啊。所以我觉得这里就会卡在一个地方啊，我认为会有3点。美国跟以色列会越来越不一致了。第一个就是到底战争什么时候结束，或者是美国显然认为说已经差不多了啦。我们接下来就你差不多了吧？政治局20个已经死了12个了，哈马斯了哈，那你到底要打到哪里才算结束了？那哈马斯难道你全部的首领你都可以抓得到吗？这个对美国来讲，他就觉得差不多结束了。那接下来应该是进入第2阶段。可是以色列反对啊，他说暂停4天之后还要继续打啊，而且最近还死了300个啊。那第2个就是接下来那个政府怎么建立啊？那美国显然是反对由以色列建立嘛，他希望巴勒斯坦过来建立嘛，那这里又会卡住。以色列如果坚持自己建立，那就是跟世界为敌啊，因为你这是违反国际法，你怎么可以占领呢？那最后一个就是，当有一些东西在北加沙慢慢重建的时候，比如说医院、学校，那请问跑走的巴勒斯坦人可不可以回来？以色列也反对啊，那你怎么可以不准人家回来呢？因为你强制迁移当地的百姓，这也违反国际法。对，所以拜登不要以为他可以揽功啊，你不要笨啊，我跟你讲啊。越往后面走，你越难堪呐！到后面这个以巴或以哈的问题，就会变成他这次选举最大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这个麻烦呐。事实上，他现在的民调越来越低啊，而且你可以看到民主党的年轻人对他越来越反感啊，那甚至有一些民主党的年轻人就直接已经不分党派了。就直接把拜登叫做 genocide 拜登，而且福斯新闻就这样登，说你根本是协助人家搞种族灭绝啊，连福斯新闻都跟进了，所以拜登这个局不好走了。如果不赶快处理掉这个问题，他民调一定继续往下跌的。好，请教介老师。其实这次会短暂的停火最主要是要换俘啦。对，那以色列要把那些人质救一点回来。因为以色列有200多个人质在哈马斯手里，
在以色列国内造成内塔尼亚胡极大的压力。这200个人质家族每天都在想办法营救他们的家族，可是他们认为内塔尼亚胡完全不在乎，而且呢，这种攻击行为会伤及他们的这些家属。现在陷入在加萨走廊这些以色列的人质，所以以色列现在这样做，基本上是缓解他内部的压力，也表示说我在打加萨，我也同时也在救我们以色列人质的人命，所以这是以色列他这个整个核战策略中间的一个。那整个由谁出面呢？卡达只是一个黑手，只是一个手套而已。他基本上是出面跟所谓的哈马斯做接触。那他好像也跟以色列接触。其实以色列根本真正是怎么透过来控制卡达的呢？他是透过美国。拜登也是这个谈判中间一个手套而已啊，真正是和还是不和是以色列啊，所以卡达的后面是美国，美国的后面是以色列，所以拜登在那边讲什么鞠什么躬啊，是以色列要这个时候他需要他的这些人质回家，所以才短暂的停火给你4天3天的，然后把一部分人质救回来。告诉他国内的这些人质的家属跟以色列的社会说，你看我内塔尼亚胡一面打哈马斯，我一面也有在救我们人质嘛，所以他要的是这个，所以他叫拜登去找卡达，因为卡达是全阿拉伯世界最亲美的一个国家，他对美国是怎么样言听计从，所以美国找卡达，卡达再去找哈马斯谈，那卡达后面是美国，美国后面是以色列。所以拜登我觉得真的这个人真的是，我觉得真的是很狡猾。这件事他还有什么好鞠躬的？他基本上从头到尾就在掩护以色列，变成以色列的侧翼，对不对？那最近又在那边什么帮这个以色列拦截无人机，对不对？你要以色列今天能够收手的话，就是不要再军事支持以色列。所以这一次在这个所谓的金砖峰会里面，有关以巴冲突的这一次特别召开的金砖国家峰会里面，沙特的王储就特别清楚，呼吁全世界禁止对以色列销售武器。那指的国家就是美国啊。如果以色列没有那么多大批的弹药、精准武器的，他这个仗打得下去吗？所以我觉得拜登等于说前手拿刀捅人啊，背后还要走啊，背后还要人家觉得他是圣人他是造成和谈的最主要的功臣。所以真的看起来，在我们看起来真的是，这个太黑心了。好，赖老师。美国在中东地区，特别是在叙利亚跟伊拉克的军事基地是非法的，因为他没有经过当地国家、当地政府的同意，他就强制的在那个地方建立了军事基地，把部队驻扎在那个地方。对于叙利亚北部的石油，尤其是70%到80%的石油，也就是占整个叙利亚的油田70%到80%，他们就非法的开采，然后把它送到这个土耳其卖掉这就是美国目前所做的事。那现在我们看到这些国家的民兵组织，也就借由这次的以哈的冲突，就攻击了美国的军事基地。美国当然也反击但是很明显的，他们的目的就是希望能够给美国增加更多的压力，最后逼着他们把军事基地撤走，或者凸显这些军事基地美国非法侵犯一个国家主权，在这个地方强设军事基地的这种非法性，破坏国家主权性，只是因为美国强大，没有一个国家能够制裁它，所以美国根本不在乎也不怕，就继续在那个地方运转它的军事基地，一直到除非它的美军，因为它的美军的人员不太敢出来营区外独自活动，都只能困在营区内那除非有一天美国的这个军事基地遭到重大的伤害损伤，那么就像阿富汗的情况一样，美国最后被迫半夜溜走，这是未来可能发生的事情。但是很明显的，这一些民兵组织都借由这次以哈的冲突，他们也挑起跟美国之间的一个冲突，因为他们知道美国不敢太大肆的报复，因为他怕美国也怕引起更多的战争，这很明显的就吃定了美国在现在的情况下，他必须要节制。
另外有关于加拿大的这些锡克族在被印度的特务杀害的事情，由于第一时间杜鲁多就寻求美国支持，还有寻求英国支持，结果美国跟英国为了要拉拢这个印度去制约、牵制中国的发展遏制中国的发展，所以美国跟英国在这个部分里面没有真正站在杜鲁多这边，那造成杜鲁多孤立无援。可是问题就是，他也就向印度释放出一个讯息，说你可以放手去干。结果印度欢迎收看《新闻大白话》，我是主持人翟轩，马上来欢迎一下这个阶段加入我们讨论来宾，耶鲁政治学博士郭正亮，大家平安，前大使谢文吉，翟轩好，各位朋友大家好，国际事务专家赖岳谦。主持人好，各位朋友大家好。好，选战正式定调，萨卡都三分天下。我们来看看这个美丽岛的电子报在这一阵子做出来的民调，现在最新的出炉了。赖清德的支持度是31.4%，侯友宜31.1%，哇，现在拉近距离只剩下0.3个百分点的差距。那柯文哲位居第3，目前是25.2%。那这样子最新的一个民调出炉，当然对于蓝营的支持者来说，会觉得特别是侯友宜的支持者就会觉得哇，这是拉近距离，这样子有胜算，有赢面了。那时间倒转一下，昨天的时候呢，其实这个柯文哲这个因为每天公布嘛，昨天的这个民调来说的话，侯友宜的支持度是30.1%所以还增加了一些。那柯文哲反倒又再掉了这个1%左右所以大家觉得说，这样整体趋势看起来很乐观但是也要小心你看彬哥有提醒，因为呢，大家知道这一阵子蓝白要比民调，所以那时候是不是绿营的有一些支持者，他们在网络上面因为媒体都有报道说，网络上头是不是绿营开始要操控这些民调？所以彬哥就提醒会不会一些绿营的选民知道蓝白合要做民调，所以故意说支持侯或是支持柯，造成在野的分裂。那我们来看看现在这个两方阵营，蓝白阵营的副手人选都出炉了。那像是这个白的阵营，民众党找了星光的小公主吴欣盈，可能这个是妇女人选那当然讲说是不是可以拿到妇女票，或者是她这个年轻的特质可以拿到年轻票，再加上她的这个外文也非常的好，所以有国际观这样的票码。那再来在这个蓝的阵营，我们看到这个是赵少康赵大哥他当然可能也是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突然临危受命。那对于这个妇女票、年轻票跟国际观来说，赵大哥也不输这个吴欣盈但是反而是有人在讲说，吴欣盈她这样子，因为是小公主的色彩，是真的能够吸引到一些妇女票吗？因为一般的妇女不见得人人是小公主可能还是上班族还要一边工作一边顾家庭，可能吸引力可能相对来说的话，可能要打一点点折扣。但年轻票的话，柯文哲本身就已经吸引很多年轻票了，所以加分的程度还有待观察。那国际观的话，我们看看其实中国大陆对于这两个人选副手人选也都有关注。在今日头条上面热搜榜的第10名是在问说柯文哲的副手吴欣盈是何许人然后大家就讲说，哇，这个是台湾这个富豪台湾财团的女儿，所以就是讲说这个是有雄厚的财力来加入政坛。那在这个微博上面的热搜这个赵少康3个字也是登上了第16名的排行。那在两岸论述上面的话，当然赵大哥过去的两岸论述上面可能更加熟悉一些，所以双方各有所长现在也变成说，这个蓝白分庭抗礼之后，这个副手人选也变成了一个各自加分的选项。那我们看看这个侯友宜他提到，他说赵少康绝非这个备位元首，这一定是在这个副总统权责之下，不管是这个外交、两岸、国防，甚至是内政赵少康都一定会参与的。那当然，其实在这个政坛上面，赵大哥真的也算是非常非常资深了所以在这些领域都是非常熟悉的。那我们来看一下现在两岸的关系，回归看看这个赖萧配是会带给两岸和平吗？赖清德讲说我跟萧美琴代表的是国家路线，是信赖台湾，不是依赖
中国，全民都希望民进党执政哦。那台湾最大的共识不是下架民进党，而是不支持民众党执政以及国民党班师回朝。那萧美琴啊讲说，这个也希望两岸可以对话。他说必须让大家知道，对话是解决分歧的唯一途径哦，战争不是选项。那当然，这个不论是台独金孙，或者是被贴上这个台独顽固台独分子标签的这两位，现在都一直在跟台湾的选民讲说，哦，我们其实主张的是和平，但问题是，这样的主张跟以前他们的形象是吻合的吗？我们再看看现在目前，接待陆客，对于很多台湾的旅游业者来说的话，很着急，很希望赶快迎接陆客来到。但是你看看游览车现在没有人开啊，客运业也是剉咧蛋，因为运输业跟这个客运业哦，就是游览车客运业，现在他们在互相抢人哦。在未来开放陆客之后，会不会又出现了这样子的缺口，或者是说不合格的人被硬挤上去？来，你赶快来开车来应接这样子的一个陆客单，这样可能也变成有安全上面的一个疑虑哦。再来，我们看看。有一个不同调的问题，就是陆委会跟交通部竟然讲法不一样，也让业者无所适从哦。因为交通部是很欢迎说啊，希望这个开放这个陆客组团来观光哦，宣布3月份，明年3月就要开放了。那但是陆委会却说，初期每日限额2000人，那业者就无所适从啊，因为变成很多人会观望，想说，你们是不是各部会要同调一点？这些旅客才会比较放心，就是来买这样子的旅游行程嘛。所以现在业者在讲说，应该各部会你们要一致的口径哦。但是呢，你看王国材在答询的时候讲说，我不管陆委会怎样，只要旅行社能成团就可以出团哦。所以搞得乱七八糟、多头马车的，那到底是要怎么样？到底是欢迎还是不欢迎？这就是反映出来民进党。这一人一把号啊，就是你又要抗中，又想要赚这个亲中财哦。那再来，我们看看这个东亚这一边，中国大陆呢在演练民船来协助2栖登陆作战。那现在它已经开始规划了，就是配备较轻便的一些近防炮啊、防空机炮，还有手持式的导弹这些防卫装置，来增加在运输船的生存率。这也可以作为观察，就是对于发动台军这种对台军的军事行动的一个指标。那美国现在也开始在维修停泊在南海上面的2战军舰呢，向这个菲律宾来提供一些建议。这也表明说，这跟中国大陆的关系日益紧张的情况之下，华盛顿致力于保护马尼拉的海洋权益哦。那美菲现在在南海这边联合巡演，大陆这边南部战区哦就开枪，就说拉拢域外势力哦是要搅局滋事哦，因为美菲在南海已经展开了3天的海空巡逻任务。解放军其实也同步正在演习当中哦，那所以南部战区有讲说，你这样子是在搅乱这边，在搅局滋事，来破坏地区的和平稳定。那其实你说不论东海、南海、台海，这都是整个都在联动的情况啊。那我们首先来请教一下亮哥，我觉得民调要整个登记尘埃落定，下礼拜会比较准啊，因为现在还是有那种策略性的回应啊。所以会不准确啊。那尤其大家关心的是郭台铭退选嘛，那郭粉会跑去哪里？对，那所以策略性的回应下礼拜大概也就没有了嘛，所以就正式进入就是3人对决这样哈。那下礼拜看会比较准啊。那我觉得事实上我们看到那个坊间事实上已经都有一些宣传口号出来了啦啊。比如说，民进党就是台湾的美德嘛，这是蔡依瑜自己贴的啊，那就是主权最重要啊，台湾的美德啊。那国民党就是台湾的贺康啊，就是侯友宜跟赵少康，台湾的贺康就是和平最重要。实际上这2个对决会越来越明显，就是主权跟和平的对决啊。那当然竞选你不会这样喊啊。这个国民党肯定是用战争与和平来打嘛，对，那所以这个论述下，那个赖清德就要证明他的和平策略是什么，因为他不断的说要跟习近平吃饭啊，那大陆对他都非常直接回绝啊，对，那这种情况之下，你萧美琴来配对，事实上只是补足了赖清德跟美国不熟那一块。
基本上跟大陆基本上没有任何人可以当中介啊，这是一个事实嘛啊，所以我觉得国民党一定会把这个调子一路打下去啊，然后赖清德当然就是民进党的主调嘛，就是国民党就中共同路人嘛，一定是这样打的啦。那我跟你讲啊，两个传统政党在用议题对决，而且那个意识形态跟情感都非常强烈，这样对决啊。事实上，对柯文哲就是非常大的考验哦，因为柯文哲他的议题会插不进来，就是说你的议题即使看起来是在谈公共政策，在谈台湾未来要更公开透明啊，等等等啊，那种议题会插不进来。我跟你讲，那个各国的选举都是这样，就是除非你这个国家大家认为这个议题已经不重要了，那好像是旧犯重提啦，吵这个。可是因为明年的选举真的是战争与和平，这个是很现实的问题啊。那对民进党的人来讲，台湾未来要怎么定位统独，也是很关键的问题。所以这两边讲话都有很强的现实性啊。就是对民进党来讲，统独是真实的，明年非常关键，应该说2024到2028非常关键啊。那战争与和平。对国民党这一边也非常关键，所以这样子的话，就是考验柯文哲的议题要怎么插进来。我认为他这个工作不容易做到。那如果不容易做到，就会被边缘化。所以他真的是要小心这个状况。好，来请教介老师。对，我很同意这个郭委员看法啊。今年这个战争的主轴，不是这一次的这个选举的主轴哈，就是战争与和平。所以呢。柯文哲讲那些啊，什么政治文化啊，什么哈，他个人怎么样，做了30几年什么哈，急诊室主任啊，这跟选举都没有关系啊。选举就是这次选举就是战争与和平的选举。那为什么这个赖的这个民调一直往下掉？最近我们看报道都说了，他找了萧美琴以后就继续掉。所以他们这个民进党大吃一惊啊！怎么一去找了萧美琴就继续调？因为大陆给他定调啊，这个就是毒上加毒啊。那你毒上加毒，就是加剧两岸战争风险啊。你找了萧美琴，好啦，可以跟美国人讲说，哎，我找了一个前美国人啊，一起来监军啊，让我对你效忠。可是他另外一面他是怎么样？他是一个台独啊，顽固台独分子，死硬台独分子啊。所以他一个已经够危险了，两个为台湾带来双重风险。把台海的关系、两岸加剧哈，这个战争风险啊又加了1倍。所以你说他民调不掉会怎么掉？对，所以我认为赖清德今年上他们这个配好会继续的掉，会继续掉。最主要国民党要强调和平啊，国民党不但能够确保和平，还可以怎么样？还可以争取到更和平。这是国民党的优势啊，要把这个主轴抓得很好。那柯 P 真的，说实话，我一看他选这个副手，我就想说，他的理想在哪里啊？讲了一大堆理想，最后呢，我感觉他有被财阀收编的感觉啊。原来他最重视的是钱，那你讲那些理想干嘛？我觉得我对他很失望啊，怎么会这样子呢？你不是要提拔年轻人吗？你讲年轻人都没有房子住，年轻人都怎么样？好，买不起房子，年轻人如何？你真的提拔一个真的好年轻有为，对不对？他是出以为社会楷模的这种年轻人，你这种衔着金汤匙出来，你不要以为年轻人看了没有感觉，年轻人看就有相对剥夺感。原来到最后还是要靠爸爸妈妈，要靠我是哪个家族，我是哪个财阀，才有办法怎么样？坐到直升机，坐上去就做到副总统候选人，这是一个很错误、很不好的示范啊！我觉得他这个民调继续会掉，民调会继续掉，国民党真的机会来了。我认为这一次真的是背水一战，置之以死地而后生。这一次的这个正副的这个选择非常的好，是一个战斗型的，而且有理念型的一组候选人。我觉得真的这个一鼓作气我们就会看到在1月13号这样，这个整个的这个台湾的这个选举的趋势
会越来越明确，越来越明确。我可以在这边预测啊，就是蓝超过绿，然后呢，这个柯被边缘化。好，来请教赖老师。蓝白本来说要合在一起，我就不看好嘛。我想这么长的时间，我都觉得太难了。后来传出说，可以合，我喜出望外啊。然后我也祝福，也支持甚至愿意加码再请那个饮料都可以但是最终还是跟原来的估计又回到原点，就是又破了已经确定是不会合在一起。可是这一次的不会合在一起，就跟以前就完全性质不一样了。这一次的不能合在一起，这次的破裂是使彼此之间的心结更深，相互的仇恨更深了。我刚刚从听到发言中可以感受得到，就是彼此之间的仇恨更深，而这个仇恨似乎已经超过对于民进党的仇恨不管是国民党或者是民众党，民众党讨厌国民党可能会超过民众党讨厌这个民进党，国民党讨厌这个民众党也会超过这个对于民进党的讨厌。这意思也就是双方之间的选票已经不太可能产生流动了。这个是柯文哲的一个很大的一个失策，也就是说原本柯文哲还有机会寄望于说拉一点这个浅蓝的票最后转给他，那现在看起来是完全破灭了。所以三雄好了，不要讲三强三雄相争那个鹿死谁手，我们还会看这50几天谁犯的错最多谁的战略定位定对了，谁的战术打对了所以我觉得未来的局势将会很激烈。那现在问题就是捉对厮杀中，会厮杀成什么样子？如果蓝白的厮杀超过蓝跟绿、白跟绿的厮杀，那也有可能会抢到媒体的焦点，但是也有可能打到最后双方遍体鳞伤，赖清德在那边纳凉那么坐收渔翁之利，这都有可能发生的事情。好，那我们来看一下，我在这边强烈建议我们的泛观光业者要留意一件事，这不只是旅馆业包括餐饮业，包括百货业，以及包括台湾的各行各业的手工业者，你们要留意一件事如果民进党继续执政的话，那台湾的观光业将可能再继续萧条4年。因为您从这一次看到陆委会跟交通部彼此之间的争端，那很明显的这个陆委会的态度、交通部的态度跟行政院的态度，就是没有诚意的要让两岸之间来往正常化。那台湾非常需要振兴服务业，而观光旅游业是振兴服务业的一个让我们就业机会最多的一个行业之一，一个领域之一。那所以我觉得整个泛观光业者应该都要站出来了，你们不能够再沉默，必须要表态，因为你们如果再支持民进党的话，我们的观光业者可能你还要在寒冬4年还活得下去吗？好，我们休息一下，广告之后马上回来。